于是魏无羡立即开动，一口气吃了好几个包子，眼睛还是时不时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被他上下打量，只喝了一口茶，问：怎么？魏无羡嘴里塞得满，好不容易咽下一口，清清嗓子，拖长了声音说：韩光君呐，你我好歹相识一场，依你所见，我是会为你家小辈言行心存芥蒂之人吗？蓝忘机说：不为这般。他说的那么干脆，反倒让魏无羡不知说什么好，默默的又啃了一个包子，自觉吃的有点多，无声的在座位上缓了一阵，揉了揉胃，突然想到另一个可能。他说：我想问很久了，韩光君，那个小郎君蓝云恒究竟什么来历？蓝忘机看他一眼，仿佛在问怎么讲。魏无羡一下子也说不出，想了想，说：感觉有些特殊，不像是你们家长大的。虽说你家人也不都是一般模样，但至少和你邵氏不太像。蓝忘机的目光垂下去，眼睫盖住某种神情。魏无羡以为他决定不答，却听蓝忘机说：云恒来时约4、5岁。魏无羡说：不是你家的。难怪。蓝忘机没说话。魏无羡又问：之前呢？蓝忘机说：在外。这回答太模糊，魏无羡隐隐觉得蓝忘机不想说，奈何他已有心在问，便总想从蓝忘机嘴巴里挤出点东西。他问：家人呢？蓝忘机看他一眼。魏无羡心下了然，知那意思是说不在了。他又问：什么时间？蓝忘机的目光突然变得很沉，沉得令魏无羡吃了一惊。13年前，不是不夜天，便是乱葬岗围剿的时候。他不明说，但那暗示犹如一记重击，敲得魏无羡张了张嘴巴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许久，桌上的早饭悉数冷透，魏无羡低头向碗里一望，几乎能从那半碗冷粥里瞧见自己有些茫然的眼睛。他说：原来你不是介意我，是想护着他。蓝忘机说：不。他没说完，魏无羡像是没听见，只缓缓地接上一句：等那小郎君都知道了，我向他赔个不是。虽说没什么用，话总还是要说的。蓝忘机说：不必。魏无羡说：我现已知道了，还要我装作不知吗？蓝忘机又说：不是。魏无羡等他说下去，蓝忘机却像是不再说了。半晌，魏无羡说：你还真是很喜欢他。这下倒是轮到蓝忘机怔了怔。魏无羡说：你教他说姑苏话。蓝忘机没回答。魏无羡又问：他的字是你起的？蓝忘机点了点头。魏无羡也点点头，说：颇好。蓝忘机突然问：怎么好？这次魏无羡终于笑了。他信手用筷子敲了敲碗，仿佛要砍言一番，突然想起这样不合理，但看蓝忘机没有露出反对或是嫌恶的神色，只好自己讪讪地先把筷子重新并拢到碗口，方才开口。他说：云是山川气，恒是月盈缺，有道是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天地不雕，朔望慧贤，才作世间恒长。你别这样看我，不只是蓝老，不只是你叔父的子弟才会读书。你之前说他幼时身体不好，有自如此，你当真是。蓝忘机看着他，等他说下去，终日无波的眼睛中疏忽扑展开一片很安宁的神色。魏无羡说：你当真是很怕他死了。蓝忘机：但我多年前学了一个道理。魏无羡摊手，自顾自地笑了笑：你若真的喜欢一个孩子，便一定想让他活得很久长。后来他们没再提到蓝云恒。事情如魏无羡预料中那样发展，也不知诡异地顺畅，还是顺畅的诡异。他们找完手又找腿，找到腿又找躯干，一路西行，将那不知属于什么人的尸身拼了个七七八八。但在他们找到躯干的那个夜里，魏无羡突然觉得，蓝忘机把那小郎君赶走，并不仅仅是顾忌他与魏无羡再起冲突。蓝忘机对那少年有一种边界极为模糊的保护。一开始，魏无羡以为蓝忘机总要把蓝云恒带在身边，后来发现，但凡事情有迹可循，在掌控之内，蓝忘机便许他去做，一旦事情发展不定，多半还是教他避开。比如路上抓魏无羡，轻而易举，魏无羡虽也闹，有时候还闹得凶，故意给他们难堪，蓝忘机都放任那少年自行处理，待到要上行鹿岭，谜团在前，却又不带他去。这次去岳阳也是同理。
蓝忘机宁可把他送得远远的，与同门师兄去夜猎，也不带他在身边，去趟他们眼下这趟看不到岸的浑水。魏无羡想了想，觉得历练虽也该张弛有度，蓝忘机护人道护的有些过分周全。然而关于蓝云恒的事，他该问的都问完了，该做评的也评到了，剩下的想法与没说完的话，仿佛掌心里长上一根钝刺，平日里感受不到，非要碰到才觉出有些异样。但蓝忘机很快便碰到了他的这根刺，他被魏无羡弄醉了。醉了的蓝忘机不吵不闹，面颊不红，心跳很快，幼稚的让魏无羡憋笑憋得胸口发疼。但他很快便不笑了，他闻到了蓝忘机的前修气息。人醉了酒，不仅言辞与行为不设防，连气息都偷偷溜了出来。魏无羡回来虽有许多日，还是第一次闻到，一瞬心下恍惚，不知那感觉是不是人说的恍如隔世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蓝忘机的气息还如魏无羡初时闻见那般，像是有谁当头向魏无羡浇了一瓢血。那味道虽冷，却不讨厌，混着悠悠的檀香气息，更兼蓝忘机贴得很近，脸上还有水，连眼睫似乎都在方才埋手在盆时浸得湿润。一眼望来，醉里莫名明亮的眼神戳得魏无羡腿脚发软。魏无羡默默地想，蓝忘机说自己没婚配，一定不是因为他不是个足够好的前修，而是他正常的时候性格脾气实在太闷，太不易相处。蓝忘机也默默地不说话，反手抓住了魏无羡的手臂。魏无羡一下子失笑，蓝湛，你做什么？那檀香气息来得更近。蓝忘机贴身上来，疏忽侧过他修长的脖颈，俯身蹭了蹭魏无羡颈侧。他的动作很轻，很小心，像是生怕碰坏了什么。魏无羡脖子一挺，给他蹭了，鼻尖冷香缭绕，让他也下意识抓紧了蓝忘机的小臂。蓝忘机蹭过一回，喉间却兀自发出懊恼的声音，继而反复在魏无羡的脖颈上蹭了起来。漫长的发丝垂落，扫在魏无羡面颊，又随他动作落进魏无羡颈窝中，骚得魏无羡发痒，自己渐渐在原处笑个不停。蓝忘机突然不蹭了，他坐直身子，低头看魏无羡，目光还是那么烫，又满是指责与不满，甚至还有点委屈。魏无羡笑得更厉害了，别蹭了，真的别蹭了，韩光君，没用的，我在墨家庄的时候反复查探过，这具身子金丹也无，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庸，你就算把我蹭破了，也蹭不出气息来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好整以暇地扶住蓝忘机的双肩，抬手用力在那笔挺宽阔的肩膀两边拍了一下。坐好吧。蓝忘机的目光垂着，看起来更委屈了。魏无羡极少见他这般神情，觉得好玩，笑说，你再咬一下嘴唇，这委屈模样就变成你家云恒小郎君啦。蓝忘机咬了嘴唇，带着那副委屈神色，抬眼看他。魏无羡倒退一步，捂住了脸。